大家好，我是付强少。据央视国防军事早报报道，近日，中美解放军空军金头盔2021年空战考核已经激烈展开了。那么，今年考核的内容相当丰富，不仅突出了战斗技能，而且更强调了战斗精神在实战中的体现。同时呢，空军还将不同建制单位首次进行混合编组、多机种、多机型联合作战，以提升训练和作战效能。在报道画面中，人们注意到出现了歼20参演的对抗画面，而且呢还有飞行的视频。从中呢，我们不难看出今年的金头盔空战考核有这么几大特点或者是亮点。第一呢，它强调战斗精神在空战中的体现，而敢于刺刀见红这种勇敢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一直是人民空军的光荣传承，从抗美援朝空战一直到国土防空作战均是如此。那么在未来的保卫国家安全的作战行动中，特别是在空战中，我们依然要强调战斗精神的发扬和传承。那么第二呢，这次有一款新的机型参加了金头盔的对抗演练，那是哪个机型呢？歼20。那么歼20参与这样的对抗演练，它会怎么玩？从情况分析呢，歼20的参与对抗演练不是为了以歼16、歼10C、歼11这些第3代或者是3代半的战机进行单机对抗，因为单机对抗说实在的，前些年我们都已经摸过底了，已经干过了。歼20这款隐身战机对3代机甚至是3代半战机都具有碾压式的优势。那么因此这次的金头盔对抗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第4代战斗机和第3代战斗机之间的模拟对抗。从目前介绍的这个相关情况看，歼20参与金头盔对抗演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空军在金头盔演习中首次使用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也就是体现出了多机种、多机型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宗旨。最早的金头盔自由空战演练主要是单机之间的对抗，后来呢，发展成异型机之间的单机对抗。到目前为止呢，这样的对抗演习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它不仅仅是单机之间的自由空战对抗了，而是由长僚机甚至还有其他的作战飞机的配合对抗。那么，如何在长僚之间加强密切协同，有效的捕捉战机，最终战胜对手，这个呢，那是目前我们自由空战训练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前几届的金头盔演训啊，无论是歼11、歼16、歼10C、苏35等等3代机和3代半都参加过编组的演训。那么在前几届金头盔对抗演练中呢，我们国家自行生产的先进的战机，包括歼10、歼10B、歼10C、歼16以及歼11系列和苏35、苏30等等，都已经在演习场上亮过相，而且进行过激烈的模拟对抗。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金头盔对抗演练，歼10C 表现优异，获得了金头盔，而前年呢，歼16的表现可能更好一点。可以说这些3代机和3代半战机之间的交手互有胜负，这里呢跟平台的性能有关，更多的是跟飞行员的训练水平有关。你只有充分的掌握你手中的兵器，利用它，发挥其特殊的优势，才有可能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中呢战胜对手。那么目前正在展开的这种金头盔的演练和对抗，有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混合编组对抗。它的混合编组不是一个部队，而是不同建制部队进行混合编组。过去呢，我们有些航空兵师或者是航空兵旅，它配备的机型不是一种，是2种，甚至是3种。那么在一个建制单位内进行这种混合编组的对抗，应该说大家都驾轻就熟。但是还有很多的航空兵部队，它可能没有装备3代机，更没有装备4代机。那么它如何参与这样的这个对抗呢？当然，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装备水平，同时呢，要提高自己的训练能力。但这仅仅是其中之一，因为未来的空中战场是体系和体系之间对抗，这里面呢可能包括4代机，包括3代机，甚至呢还包括2代机。那么无论是几代机，今后都有可能进入一个统一的空中编队来实施突防作战或者是拦截作战。那么如何发挥不同代别的战斗机它们本身的优势，而减小它们的短板呢？那么混合编组协同作战就是一个
比较有效的方式。那么这次的金头盔对抗演练采取了混合编组对抗的方式，甚至呢采取了不同建制部队混合编组对抗的方式，这有利于综合的提升我们各个航空兵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尤其是要进行隐身战机与非隐身战机之间的联合对抗演练，才有可能大幅度的提升各个航空兵部队的飞行训练水平，找到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那么隐身战斗机呢，它最大优势是隐身，但是呢，它们的装备数量目前比较少。不仅是装备数量比较少，隐身战机为了达到匿踪的目的，它的大部分弹药都必须装在弹舱里，而不能挂在翼下，否则它的隐身效果就会被破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如果和很多具有载弹量比较大、机动性比较好的第3代战斗机搭配使用，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突防效果和对地打击效果。美机的演练曾经暴露出一个问题：隐身战机在单机对抗过程中，它不一定能够完全获得主动权。为什么呢？因为隐身战机只要它的雷达开机了，那么就会暴露它自己的所在，对方就能知道我已经被对手的雷达照射到了，告警装置一响，它就会预有准备了。那么隐身战机为了隐蔽接敌，你不开雷达，那么远距离搜索、探测、跟踪目标就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像美国 F-22这种隐身战斗机，它本身没有配备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因此远距离探测必须开机，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了。你开机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达不到隐身的效果；你不开机呢，虽然隐身效果大幅度提升，但是呢，你又成了瞎子，看不到对手在哪。因此，他们在模拟对抗演练的时候，往往最少要2架隐身战机之间进行配合作战，才有可能战胜对手。这2架隐身战机，一架打开雷达，一架不打开雷达，隐身接敌。那么打开雷达的这架获得对手的信息之后，通过数据链把相应的信息传给另外一架隐蔽接敌的隐身战机，那么然后利用它隐身性能好的特点，对敌方目标发动突然攻击，还有可能战胜对手。那么未来的战场情况更为复杂，不仅仅是2架隐身战机之间的协调配合了，可能是4架、8架，甚至呢还有可能和其他的战机搭配使用，这里面的互通互联的问题显现出来了。那么怎么样实现比较隐蔽的通信，而且呢抗击敌方的干扰，这在未来的战场上是有可能经常碰到的。因此，加强异形机之间的混编对抗训练，特别是隐身的4代机和非隐身的3代机之间的混编训练，对于提升我们打赢未来现代化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现在这样的演练，我们已经开始起步。随着演训的深入发展，我们的训练水平以及作战水平将会不断提升。人民空军只要坚持像打仗一样训练，今后一定会像训练一样打仗，战胜不同的对手。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